这个男人岁数有点大，还不太爱讲话，但是武术功底极为深厚。他的动作快如闪电，凶残狠辣，每一次出手丝毫不拖泥带水，拳拳到肉的搏击，时刻都展现出独特的暴力美学。这个人狠话不多的男人叫老金，此次前来就是为妻女报仇。他一人独闯毒枭老巢。随着逐步搜寻，越往里走人越多，但是老金丝毫不惧，上去就是一顿旋风腿。这些暴徒全部被踢翻在地，那种气定神闲的高手风范确实很浓。镇守在此的阿三看到不速之客，准备上前去教训老金，没想到他就是高个的拳击手。老金用实力告诉他，什么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。几招下来，阿三就被咔嚓了。随后，老金让女孩回去找他妈。当他妈妈赶到这里时，才知道女儿离开了这里，于是立马带人追了出去。但是有一条漏网之鱼已经跑去和老大报信。当司坤得知仇人来了，立刻派出3大得力干将前去截杀。他们兵分2路，大个和驼背男带着手下去森林中寻找，小辣椒则带着弓箭手回到仓库。结果刚到就碰到了女孩，他立刻弯弓搭箭就要下毒手。随着鬼魅一笑射出弓箭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及时赶到的老金将女孩救下。这次面对的是远程攻击，老金擅长的近身格斗完全施展不出，他只好抱着女孩破窗到屋内进行躲避。小辣椒带着手下赶紧追了上去，对着正在转移的老金就是一阵输出。这时，女孩的妈妈赶了过来，在敌人背后悄悄解决了一名弓箭手。此时，小辣椒紧随其后进入了房间，在屋内四周进行一番排查后，发现了地上残留的血迹，很快就锁定了老金的位置。他抽出浸满毒液的箭头，然后突施一根冷箭。就在小辣椒前去查看时，外面的茉莉再次出手，弓箭手接连倒下。被冲昏头脑的小辣椒前去迎击，结果遭到了茉莉的埋伏。母女平安再次团聚，但是中毒箭的老金却危在旦夕。茉莉决定将老金带回住处治疗，让铁头2人去吸引暴徒们的注意力。结果在丛林中掉进了对方的陷阱。天黑时分，大个等人就赶来查看，并逼问铁头把老金藏在哪里。铁头本想闭口不答，但是对方却以同伴的性命给他证明，嘴硬的下场会怎样？最终把这些暴徒引到了住处。原本苟且在这里的人不得不拿起武器进行反抗，反正横竖都是死，但一切都是徒劳。这场战斗完全成了单方面的屠杀。眼看这里的人几乎要被团灭时，那个战斗力爆表的老金苏醒了。